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我是老梁。我们解读《西游记》啊，说完了这个唐僧几个人，再说说这妖怪。妖怪说完了，咱们就得说比妖怪高得多的人，神仙。你看这个《西游记》里神仙谁厉害呢？太上老君呐、玉皇大帝呀、观音菩萨、如来佛祖。但咱们今天说这位和他们不一样，这个人很低调，而且很神秘，也没什么绯闻。在这里出现一回，展示了令人恐怖的实力之后，再就没出来过。谁呢？地仙之祖镇元子，就是武装关种人参果那位。孙悟空跟他一交手，一个回合就让人灭了，就是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而且他跟孙悟空拜了把兄弟的，后来还把人参果树救活了之后，再往后，这个镇元子在《西游记》里就没再露面，显得很神秘。咱们今天给大伙说说这个特别神秘的镇元子到底是怎么回事。镇元子你要从他的这个职业特征上看呢，这也就是个方外修道之士，基本的职业就是果农，种人参果嘛。而且你看那些爱好就经常听听神仙讲课呀，搞个培训班，好干这个事儿。镇元子叫地仙之祖，你注意，《西游记》里能称得上祖的就这么三位。太上老君那是道家之祖，如来是佛祖，镇元子是地仙之祖。能叫到这个级别的，那不用问，地位得相当高。而且镇元子特别低调，他可没到处吹我这地仙之祖，不像孙悟空，跟哪个妖怪都说500年前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候，拿这挂到嘴边，那说明孙悟空有点底儿虚。他不，你看像现实中也是，如果有人总跟你说我哥是谁，我舅舅谁，我姐夫干嘛的，那不用问，他实力不行，他实力要行还用提这些人吗？所以孙悟空跟镇元子一比，那底儿就虚多了。人镇元子没跟任何人说我地仙之祖，那他这个辈分能力是怎么体现的呢？《西游记》是借旁人之口体现的，就是说唐僧师徒4人呢，经过武装关的时候，赶巧了镇元子不在关里待着，他干嘛呢？去听这个元始天尊讲课去了，就那儿有个培训班，高级 MBA， 他去上课去了。上课呢，就临走的时候告诉2个道童这个有唐僧师徒从这儿过，你到时候呢得好好招待招待他。就这么，唐僧师徒来了，一进这武装关老道的庙这佛道不是一道吗？一看这老道住的地方，再进到大堂一看呢，香火供奉，中间就俩字儿，没有什么神像，天地。说白了，您说那几位三清四帝，我们师父朋友9曜元辰，这都师父晚辈儿。这你看我们供这天地，天受得了我们香火，这地还是不一定受得了。为啥？他地仙之祖。所以通过这俩道童介绍，把镇元子这个牛劲儿一下就给凸显了。后来你看这个孙悟空把人参果树弄翻了要跑，人镇元子回来交手一个回合，师徒4人都拿下，这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而且后来逼着孙悟空，你得把我果树救活了。孙悟空各处找人去，就找到海外仙山，找神仙吗？找谁呢？蓬莱、方丈、瀛洲3个岛上有3个神仙，福星、禄星、寿星。这仨老头跟孙悟空说番话，说你得罪谁了？镇元子。哎呀，你这泼猴如此不识人，那镇元子乃地仙之祖，我等是神仙之宗，你虽得天仙，但乃太乙散术，未入真流，怎么能脱得他手呢？那么这段话里头就等于向我们解释了地仙、神仙、天仙都什么意思。
这过去中国道教有本书叫《中吕传道集》，啥意思？钟是钟离汉，吕是吕洞宾，八仙里两位。中吕传道集这里头就解释了什么是地仙，什么是神仙，什么是天仙。你看统称叫神仙，但是各有所指，它是按照下中上来的。地仙是什么呢？凡人修炼，修炼到长生不老了，但是练出长生不老来可升不了天，只能在地上待着，这叫地仙。你像妖魔鬼怪有不少得到的都是地仙。神仙是什么呢？这地仙修炼级别高了，我不屑于在人间待着，我干嘛到海外仙山上待着去。天仙是什么呢？一直在仙山和天上待着，偶尔到人间来一回，搞个基层调研，然后再接着回去宅着，要不给皇上当官，给玉皇大帝当官。这为地仙、神仙、天仙，它是有区分的。说为什么说孙悟空叫虽得天仙，但是乃太乙散术，未入真流呢？这就当年呢孙悟空猴嘛，师傅跟着菩提祖师修炼，他是地仙。师傅后来的玉皇大帝招安他，让太白金星给带上天了，封他个弼马温。弼马温要搁现在说呀，也就是个古级干部，连副科级都到不了，所以他不算真入真流，他还是个地仙的身子。所以镇元子为地仙之祖，当然就能管着他。所以这镇元子牛在他这个来历。当然他更牛的是他掌握着特别宝贵的资源，啥人参果。你可别小瞧人参果，在这个《西游记》里头你会发现这吴承恩对长生不老4个字是最重视的。孙悟空刚见菩提祖师，菩提祖师说我能教你能耐，孙悟空头一句就是可得长生，就能不能长生不老。他为什么千辛万苦跑到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找菩提老祖学能耐呢？他领着这花果山猴子猴孙在这吃喝玩乐了，突然有个老猴躺那死了。所以就说孙悟空学能耐一开始就想长生不老，所以这长生不老是《西游记》里头重点追求的一个事儿。那么长生不老的资源有哪些呢？其实就有数那么几样，一个是太上老君的金丹，一个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再一个是传说中的唐僧肉，说吃了长生不老，谁也没吃着，你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再一个剩下为数不多的就是武装关的人参果。你看他这个长生不老，这各有各道。为什么神仙非要长生不老呢？你那么想，镇元子地仙之祖盘古开天辟地就有他凭什么和这三清四帝就能成为朋友呢？这三清四帝都是打开天辟地就有的。何谓三清呢？三清指的呢是太清道德天尊、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四帝呢是玉皇大帝、天皇大帝、太皇大帝、后土娘娘。说白了，三清是宗教领袖，四帝是行政长官，这最高级别的。说镇元子凭什么能和这几位都混到一块儿呢？最主要原因他长寿，只有长寿他才能积攒道行，才能修炼出来，才能和这些人称兄道弟。如果你要不长寿，很快死了再转世的，谁还认识你呀？另一辈的人了。那么镇元子凭什么长寿呢？他掌握人参果，长生不老。所以这个长生不老是神仙特别重要的资源。所以这个镇元子掌握人参果的重要资源，这资源不差。咱看那几种就知道。咱就说太上老君金丹，这个金丹练法很复杂，整个炼丹炉，太上老君一个人请俩帮手，俩小孩倒铜，呼哒哒呼哒哒扇风练。所以在你那么想，一个老头俩小孩在这炼丹，再使大劲，产量能多少？没多少产量。所以它是道家的稀缺资源。你再看蟠桃，大伙儿记不记着孙悟空一上天管蟠桃园，那个土地神小矮个白胡老头
你看长生不老，天地长寿，神仙你不吃这玩意儿也不行。所以玉皇大帝掌握着最重要的资源，哪个神仙不听我的，得我不给你吃蟠桃，我最后弄死你。可是这蟠桃你这么琢磨琢磨，数量不够啊。地仙不断有修炼上来的，上头神仙都等于公务员，进了这编制就不出来了，你给不给？所以说这蟠桃数量不够，那好，我就得捏住，你听我的我给你吃，不听我的不给你吃，让你饿死，不行给你贬下界，6道轮回，你转世投胎去吧。所以玉皇大帝是扣着蟠桃这个重要资源。你再看唐僧肉，这玩意都没谱的事儿。你说《西游记》里谁说吃唐僧肉长生不老呢？都是妖怪怎么的？问题妖怪哪知道的？无非是如来佛放出风来了啊！吃唐僧肉长生不老，让这些妖怪奔唐僧使劲，增加唐僧9981劫难这个数量。其实好使不好使难说。再者说，就算真吃了唐僧肉，唐僧肉吃完就没了，不能让你吃啊。所以这个东西就跟传说中龙肝凤胆似的。说什么最好吃？龙肝凤胆。为什么呢？你没见过，所以它最好吃。什么最吓人？鬼最吓人，你也没见过鬼。所以唐僧肉可望不可及，而且吃完了就没了。所以刚才我说太上老君金丹产量太小，蟠桃要分享的人太多，唐僧可望不可及。这3样你再和人参果一比，劣势就看出来了。人参果什么特点呢？功效非常大。有人说那不如蟠桃啊，人参果就1棵树，10000年就结30个果。但你别忘了，这30果是人家镇元子一人的，蟠桃再多是天底下所有神仙的。所以你要讲稀缺资源，那镇元子这好，自个儿说了算呢。我说给谁给谁，我说教人就教人，我自个儿说了算。而且我这也不用修炼，真要到点不行了，吃个人参果延47000年，然后我再游山玩水。他等于自己修炼，他特别省事儿。所以福禄寿3星羡慕，你看人家的资源咱不行，大人。所以他有这个呢，有恃无恐，一天游山玩水啊，还听听客气。这不孙悟空他们几个来了，那老头呢上天听元始天尊客气，走时候告诉道童好好招待他。道童纳闷说：“师傅这不对吧？咱们是道家呀，唐僧他们是佛家呀，咱招待他干嘛呀？佛道不同谋啊。”智元子说：“你不知道啊，当年呐，如来佛祖搞盂兰盆会。什么叫盂兰盆会呢？就是佛教的一个盛典。他一个道家跑佛教这开盛典去，你说他这得多有闲心吧？游山玩水嘛，我到那儿听客气了。我智元子说：“我这知识啊都学杂了，那我都学呀。我去那儿，这个唐僧是谁呢？他的前世是如来佛二弟子金蝉子。我当年参加盂兰盆会的时候呢，佛祖二弟子金蝉子给我倒过茶啊，您来了，充当接待员，给我倒过茶。所以我们有这么一面之缘。他10辈投胎到唐僧这儿了，从我这儿走，我得尽尽地主之谊。人当年伺候过我吗？就这么告诉那个道童。等这个唐僧来了呀，你到后院，到人参果树上呢，打下2个人参果给唐僧吃，可别给他几个徒弟啊，就给他。俩道童说好吧。唐僧来了，然后这俩道童打下来给唐僧拿回来。唐僧一看，哎呦，阿弥陀佛，使不得，使不得，罪过罪过！出家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怎么能犯这个戒？人家不吃。这俩道童回来一看，肉眼凡胎不认识，他不吃，搁一会儿这也搁不住啊。那会儿也没冰箱，咱俩吃了吧。他俩给吃了，结果呢，隔墙有耳。猪八戒呢，鼻子什么闻不着，我这被糟践一通完了，你齐天大圣啊！你这糟践你哪受得了啊？孙猴就急了，什么人参果？沙僧坏呀，他不挑唆孙悟空，他在旁边浇油啊。
呀，那人参果神妙无比呀！我在天上做卷帘大将的时候啊，海外诸仙把这个当做礼品敬献王母娘娘，我也曾见过，但不曾吃过。你琢磨，那边猪八戒刺激孙悟空，这边沙僧勾他馋虫，孙悟空哪是能消停呆住人，一天不打上房揭瓦，结果最后惹祸了，把人参果树都给推了。推了他不镇元子回来收拾他吗？他一交手一回合就完。说我也知你孙悟空神通广大，我也弄不死你，但是我扣住你师傅，扣住你没问题。你要想解这个危难，你赶紧你给我找人把我这树弄好。这不就这么，孙悟空一看真弄不过镇元子，打不过他，没招了，到处找人。这不找到福禄寿三星，告诉他这是地仙之祖。你以为这哥仨是热心肠吗？无非借这个机会跟镇元子攀攀亲，找这个机会结交资源还找不着呢，正有这机会去吧。最后找一圈谁解决不了，得找老大去，找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是孙悟空硬靠山。观音菩萨一听这信儿，哎呦，也挺挠头。这手拿着净瓶，这手一掐，摆个 OK 的姿势。你看观音菩萨是 OK 姿，你这泼猴，那镇元子乃地仙之祖，连我都让他3分，你如何敢惹他？意思颠镇元子不好惹。完了，观音到这儿来，用净瓶里的神水把这人参果树弄起来，然后呢，打下10颗人参果款待各位，弄个皆大欢喜。所以从我刚才说这些事儿以及咱讲述这过程，你会发现，如果说《西游记》里头神仙里头真有那么几个狠角色，那镇元子是当之无愧的一个。那么最近呢，4大古典名著陆陆续续的呢，在全国多家卫视啊都在上演。我指这个4大古典名著呢是翻拍的，比方说像三国呀翻拍了，水浒红楼也翻拍了，最近这个张纪中新版的《西游记》呢也在各个卫视里陆续上映了。那么《西游记》这样一部巨著呢，它列为中国4大古典名著之一。这部书里边最大的突出的长处是，它塑造了一个孙悟空的形象。这个和我们那3部古典名著完全不同。你看《水浒108将》，他是玩的是群像，宋江啊、武松啊、鲁智深。《三国演义》不用说了，刘关张、曹操、孙权，这也是群活。那么《红楼梦》呢更是如此。你看着贾宝玉是个主角，要没有那些女孩子林黛玉啊、宝钗呀、李纨呢、晴雯、袭人呢，他成不了戏。那么也就是说，你在其他的3大古典名著里，你很难找到一个倾全书之力集中塑造一个人这样的机会。但是《西游记》就不是，《西游记》所有的核心的内容基本上都立在孙悟空一个人身上，而且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反抗正统、反抗强权的形象，《西游记》才成为4大古典名著之一。它的价值可以说有80%是寄托在孙悟空身上。那么孙悟空是怎么来的呢？大家都知道，石猴嘛，天上不长，地下不生，得天地精气，聚日月之精华，突然间咔嚓蹦开了，出了个石猴。为什么吴承恩要这么设计呢？孙悟空形象是什么？无法无天的，谁不在乎啊？我什么人都敢反抗。可是我们说，你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说神仙是人类社会的升级版，那关系都是一样的。你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马克思还讲呢，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说白了，你爹你妈你老师你领导，这不都构成了对你行为进行巨大影响的这样的层面吗？可是呢，石猴好就好在这儿，没爹没妈，所以他等于断了跟这个社会的一些人脉的联系，一些人情的联系。所以把这些断了之后，他才能做到无法无天。等于吴承恩在告诉我们，你要是不能像孙悟空那样天生地长，你有爹有妈，跟有各种社会关系，你不可能逃出社会这个范畴。你要真把社会各种规矩打破了，你也没法在这个社会生存了。只有孙悟空，我身边什么没有啊，我也没爹没妈，
所以咱们民间有的时候说谁，说你这人这个或冷酷无情，或无法无天，咱们经常有那么句话，你怎么的？你石头里蹦出来的？哎，其实这就是从孙悟空这传来的这话。那么你再看孙悟空成长的道路，就说虽然说他是这个天地所生，不是说是爹娘生父母养的，但是你只要在这个世上混，你就得遵守世上的规则。这规则是什么呢？你再无法无天，也总有东西能压制住你。如来佛祖把他压到五行山底下，后来这不又是西天取经驯化他，最终他位列仙班，成了斗战胜佛。就说你这个不管怎么着，你也不可能绝对的不服管束，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你最后还要回到这个规矩跟系统当中来。而且这个系统呢，还体现了明清时候中国一些民间哲学的思维，就是道佛合一，世道合一，就是这两教，道教跟佛教。佛教是呢西方过来的，从印度传过来的，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两个在中国扎根之后呢，这两个教派合一。怎么叫这个佛道合一？现在孙悟空成了斗战胜佛，皈依到如来门下了，又进了佛教。这种道佛合一是当时很突出的一种思维方式。咱们不少朋友看过《封神演义》，你会发现《封神演义》里那些人在后来都是由道走进了佛。比方说燃灯道人后来变燃灯古佛，准提道人准提古佛，慈航道人最后是观音菩萨，文殊广法天尊是文殊菩萨，普贤真人是普贤菩萨，就基本从这头都挪到这边来了。所以孙悟空当时呢也没有例外，他也是受那种社会环境的一种影响。那我们看有关孙悟空的文艺作品，那简直太多了，不光电视连续剧啊，你像舞蹈啊、戏曲啊、动画呀，特别多。那么孙悟空这个形象，今天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他到底从哪儿来？吴承恩不可能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坐屋里闭着眼睛想就把孙悟空给设计出来的，他必是有原型有根据。那么有关孙悟空的原型呢，说法各种各样。你比方说孙悟空他叫这名为啥姓孙？猴嘛，猢狲，以猢狲为姓，所以他姓孙。这叫悟空什么意思呢？悟是领悟、顿悟、见悟，哎，就体会、修炼。空是什么呢？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就指佛本身的这种道，悟空就是悟道，就是一个不断修炼。现在说法非常多，有第一种说法认为他就是胡僧。胡僧什么呢？就指着西方的僧人，说白了就是印度那一带、泰国那一带的僧人，当时叫胡僧。说这胡僧叫着呢，听着就跟猢狲很接近。而且胡僧呢，以当时中国人的眼光看呢，这长相你看跟中国人不一样啊，长得猴头巴像尖嘴猴腮，像猴似的，所以就管这些胡僧叫白了就叫猢狲，就跟猴一样的，树倒猢狲散的猢狲嘛。所以有人说呢，这个孙悟空的形象呢，就是从胡僧那转化过来的。而且确实呢，玄奘法师西天取经他在那边身边有几个胡僧跟着他，这是不足为奇的。有人说这胡僧是谁呢？有种说法说这个胡僧叫石盘陀，说怎么这么具体呢？甘肃榆林呢有个石窟里边有幅画，就叫唐僧取经图。这个取经图里头呢，发现唐僧身边呢有一个尖嘴猴腮的外国僧人，胡僧吧。哎，你看尖嘴猴腮，跟孙悟空还真有几分像。说这个僧人名字叫石盘陀，就是跟唐僧一起西天取经的外国僧人，他来到西安，然后陪着唐僧一道走的。那个僧人名字叫石盘陀。后来那僧人据说是就死在甘肃榆林，还算甘肃人。哎，所以这是胡僧的说法。那么当时呢，有人从悟空这角度说悟空这个法号确实实有其人。这个人的俗家名字呢叫车凤朝，到那边呢病到那儿了，隔了很多年才回来，也没有取得什么真经，没有玄奘成绩那么好，他的法号就叫悟空。所以后来有人呢就把这个悟空安到了跟着三藏西天取经那个胡僧身上，说他的号也叫悟空，说这么合起来
出现孙悟空这么个人。当然鲁迅先生呢持不同观点，鲁迅先生说这个孙悟空啊跟胡僧没关系，就是咱们本土的。说怎么本土的呢？山海经里有一个怪物叫吴知奇，吴知奇是什么呢？是淮河的水神，力大无比，长什么样就跟猴一样，火眼金睛，说身高100尺，大怪物。咱们一听跟金刚似的，这是啊，吴知奇。这个吴知奇呢，由于在水里边兴风作浪，淹了两岸的庄稼，祸害百姓。后来大禹治水的时候呢，把他压在龟山脚下。所以这个民间传说呢，我估计对吴承恩影响很大。你看如来佛祖把孙猴压在五行山底下，哎，那个呢是压在龟山底下，这两个传说太近了。而且吴知奇本身还是个猴，所以鲁迅认为啊，什么孙悟空啥的跟印度没关系，就是这个咱们本土的东西。所以你看，我想吴承恩呢，他在创作孙悟空这个形象的年代呢，肯定呢也吸收了不同的有关于三藏西游的神话传说呀、历史掌故啊，很可能他揉不到一块儿，形成了孙悟空这么一个形象。那么这一个形象等于给中华民族的艺术啊留下了无穷无尽的宝藏。咱们以前曾经在做动画片的时候给大家说过，上海的万氏兄弟万籁鸣他们不是做了大闹天宫吗？那个大闹天宫的动画片呢，是新中国动画片里头可以说制作最为宏大，整个制作最为精良的这么一部大型动画片，上下部加起来120分钟，2个小时。你看孙悟空那设计的形象非常好。我记得以前给大家讲过那脸是怎么设计的，说孙悟空爱吃桃，把他脸设计成桃的形状，然后绿眉毛，身上你看大红裤子、黑靴子、虎皮裙什么的，弄得孙悟空是英姿飒爽。那么这种动画呢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后来我们有能力啊把它搬上电视、电影、银屏，因为我们民间的那个时候有什么呢？大量的戏曲。你比方说在舞台上演猴戏，南猴王、北猴王们，哎，南边我们知道六小龄童他爹号称南猴王，这边李少春北猴王，在京剧舞台上老早就有这个。那时候60年代还有这个京剧三打白骨精，毛主席不写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神白骨堆吗？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吗？就是写这个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猴戏。那么后来把它搬上电视荧屏，我们现在看张纪中版的这个，我估计很多观众朋友会觉得跟老版比不了。怎么比不了呢？不是特技，特技比老版好多了。人物，你看演孙悟空的80年代初的时候呢，导演杨洁拍《西游记》老版《西游记》的时候，挑演员就想找一个能演猴戏的人来演孙悟空。因为我们说这孙悟空往这一站，手眼身法没点功夫你根本演不了，他总动啊这个东西。所以从舞台艺术上借鉴下来的孙悟空往往呢是更得民众的欢迎。就这么的呢找到张宗义老先生，一看老头这么大岁数，张宗义说我可真是演不动，我身体还有病，说这么着我给你推荐推荐吧，这我儿子他能演。杨洁一看呢，这个六小龄童当时很内向，也不好吱声。一看这孩子呢挺蔫，脸上也看不出演猴戏人的神采飞扬，尤其眼睛400度近视200度散光，没神。杨洁就犯含糊，又挑了几个演员都不如意，最后没办法把张金来呢挑到剧组，说你试试吧。到剧组之后，他可知道自个儿这眼睛没神，孙悟空火眼金睛啊，他得练呢。怎么练呢？白天的时候人家打乒乓球他盯着看着球，晚上时候点香头，这香头来回移动，他就盯着香头看，就是要把眼神这练出来。尤其拍戏前呢，他要盯着光的地方看着眼睛有点要出眼泪的时候，这时候再拍眼睛很湿润，还特别有神，就硬生生的把这近视和散光啊你外表看不出来了。因为我们知道近视眼，你把我这摘了镜子再看镜头，你会觉得我这眼神发空，因为这近视眼的毛病。张金来生硬的就把这毛病给练了。那么还有遭罪的地方，他这拍猴戏这不像说在舞台上勾脸就行了，艺术的夸张吗？你电视剧里得真实，得往上贴毛什么啥的，这一贴遭了罪。当时用那个胶啊也粘，撕下来还得搁酒精来擦再粘，
剧里边就他和演猪八戒的马德华，他俩得不断沾着脸啊。一到化妆时候，俩人推，你先来，你先来。为什么让对方先来呢？这戏俩人的戏，你总得等他先化完妆，他得等一会儿，等你化完妆，俩人才能演对手戏。谁先来，谁得多遭一会儿罪。所以他们当时管这个呢，化妆老师说：“来来来，给你们贴脸了，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化妆老师说：“你们这是给脸不要脸呢。”啊，这都当时拍摄的玩笑。所以当初张金来呢，为了演好这个孙悟空啊，也花了非常大的力气，拍那么长时间，头11集拍完了，才给2000块钱津贴。当然那会儿这钱也实。六小龄童说：“我已经不管钱不钱了，管饭就行，脑袋别裤腰带上。”当时那种吊威亚技术不先进的，经常从高空掉下来，把他摔个好歹的，这都有过，这是。所以正是在这种玩命的情况下，这六小龄童才把孙悟空演得这么好。看到千奇百怪的电视剧里拍孙悟空，港台演员呢，什么张卫健谁都来拍，他来气。他说这孙悟空形象不能这么随便糟的，不能恶搞啊，因为他自个儿吃这碗饭了，他特别珍惜孙悟空这形象。尤其有些恶搞的，比方他看周星驰《大话西游》，啊，他看着。但是我们好多人会非常喜欢《大话西游》，为什么呢？我们看孙悟空这形象，叛逆、勇敢、顽强、不屈服，也有同情心。就是这虽然是个猴，他是拟人化的，像人一样。就我们看这个金刚，那是个大猩猩，可是他对那个里边的女演员也产生了一种爱。你可以说它不是爱情，也可以说是友情，但总之是有很细腻感情的。那像孙悟空有那么多人的感情，怎么唯独在这个铁汉柔情这方面没有呢？还是跟紫霞仙子孙悟空鲜活起来了。一个有这样脾气、这样勇敢的人，他怎么可能在感情世界里缺一块呢？他也一定有他的爱情世界。所以《大话西游》呢，以近乎荒诞和搞笑的手法呢，把孙悟空的爱情世界补全了。这样孙悟空是爱情世界里的缺憾，最终在西天取经的过程当中呢，他要把这个缺憾用另外一种形式来弥补。所以《大话西游》里边，最后我们看到最后，不会认为这是一部恶搞的电影，它里边反映的主题很深刻，甚至非常具备人性的这种震撼。说白了呢，我们不是说恶搞不恶搞，对孙悟空这样经典形象呢，我们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解读，关键是你这种解读符不符合艺术规律，以及最后你解读出来的艺术作品能不能称得上经典的精品。如果能称得上经典精品，从任何一个角度解读孙悟空，都是我们每个人拥有的一种权利。我们对艺术品的这种不同理解，艺术家对艺术品的这种不同加工。但是如果你拍的比较烂，态度也不认真，你再宗师原著，甚至你直接还把这六小龄童请回来让谁演，如果你整个编剧也烂，导演也烂的话，恐怕你这作品依然是立不住。所以说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关键是在艺术水准上把关。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